嗨，大家好。近日，一则航发四川发布的招标公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就是在8月19日发布的这一条：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HS 项目 T101舱2元矢量摸底实验测试系统配套材料定制采购公告。这条公告标题冗长，而其中的重点自然就是 HS 项目和2元矢量两个关键词了。考虑到一个做航发的公司不太可能搞什么核酸项目，那么这个 HS 项目大概率指的就是黄山涡扇19了。这个项目缩写立刻让我想到2年之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那份076两栖攻击舰的招标公告，上面第32项赫然出现了 DCTS 的英文缩写。之所以不用中文，自然是有保密的考量，不过 DCTS 这4个字母取自电磁弹射的首字母缩写，也实在太过好猜。真不清楚这些有军事涉密嫌疑的招标公告是真的要保密，还是刻意要故弄玄虚。这次的 HS 项目也同样如此。航发四川自然是跟发动机有关，而我国的发动机清一色都是用山来命名，比如涡扇9秦岭、涡扇13泰山、涡喷14昆仑、涡扇10太行、涡扇15峨眉。那么这个 HS 项目是指涡扇19黄山，也就呼之欲出了。而黄山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还不是因为它将是未来我国首款5代舰载机歼35的标配发动机吗？在前几个月刚刚曝光的歼35高清图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架编号350003的原型机装配了2台锯齿状涡扇发动机。当时我就判断了与俄制 RD93 发动机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因此应该为国产中推。而当前国产中推有2款，一个是涡扇 13E 泰山，另一个则是涡扇19黄山。而考虑到目前歼35还处在原型机试飞阶段，而涡扇19作为一款正在研制中的全新发动机，即便研制成功，也不会贸然安装在一款试飞机型上的。涡扇15在此前测试时也只是更换了歼20上的一个发动机，所以由成熟中推型号来担任原型机的试飞测试，或者小批量生产的过渡型号也就合情合理了。所以图中看到的这个锯齿状发动机，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涡扇 13E 泰山发动机了。而作为歼35标配的涡扇19黄山，此次招标公告中还透露了一个更为劲爆的信息，那就是它将采用2元推力矢量喷管。而当今世界采用2元矢量喷管的战斗机，非美国的 F-22莫属了。2元矢量发动机喷管通常是矩形的，或者是4块可以配套转动的调节板。发动机的尾喷口可以向上或向下调节。注意，美国 F-22的2元矢量喷管是无法左右偏转的。与2元相对的，自然就是以俄制发动机为代表的多元推力矢量发动机了，也就是轴对称技术。发动机的尾喷口和发动机是球形铰连，喷管可以各种角度全范围偏转，用以给飞机带来非常好的机动性。这么看来，是不是就意味着俄制发动机的多元矢量要优于美制的2元矢量呢？其实也未必。美国采用2元推力矢量喷管是经过详细分析论证之后的选择。进入5代隐身战机时代，各国战斗机都被设计得更为扁平，没有了此前战斗机的圆润。当然，为了要一机三用，满足垂直起降的 F-35肥电除外。而2元矢量喷管可以与机身进行高度融合，减少飞发一体的阻力，起到减阻的效果。F-22的2元矢量喷口刚好是其飞发一体独有的拿手绝活。其次，这种机身后部的高度融合也使隐身性能得到极大提升。5代机的隐身性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雷达隐身，另一个则是红外隐身。雷达隐身方面，正面 RCS 固然重要，但侧后方的 RCS 值如果过大，就会成为被敌方雷达发现的重要漏洞。常规圆形喷口的收敛和扩张段，从侧后方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雷达反射信号源，而2元矩形喷口尾部是被4个调节片所遮盖的，这样就可以极大降低侧后方的 RCS 值，进而增加战机的全向隐身性。而在红外隐身方面，常规发动机尾部喷口喷出的火焰很容易被对方红外制导武器锁定，而2元矢量喷管喷出的气流更容易和外界冷气流相融合，可以有效降低喷口温度，进而达到减少红外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俄制多元矢量喷管要比美制的2元更先进，设计难度也更大。事实上恰恰相反，俄罗斯也不是没尝试过研制2元喷管，不过技术难度却让其望而却步。这是俄罗斯曾经搞出来的2元矢量喷管，笨重的像长了个疮，看起来对增加隐身性反而没什么帮助。除了增加这么大块死重外，发动机喷管从圆界面过渡到矩形界面，会带来热量以及压力分布的不均衡，进而造成推力损失。这也是2元矢量喷管的另一大劣势所在。为了减少推力损失，就需要提高散热构件的设计难度，也对材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国在设计二元矢量喷管时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不过，根据歼20总师杨伟的书中介绍，美国已将推力损失控制在 3% 左右，而俄罗斯设计的二元喷管推力损失则在 14% 至 17% 之间浮动。再加上俄国人的尾部设计增加了大约1吨的重量，为了配平，头部也要相应增加1吨，这对于一款5代战机而言无疑是不可承受的。最后，俄罗斯只能放弃。而在发动机研制上一直默默跟在美俄之后的中国，在太行涡扇10突破了多元推力矢量发动机的瓶颈后，竟然又在黄山涡扇19这款中推上尝试了二元矢量喷管。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做到过。美国的 F-35由于要满足垂直起降，尾喷口采用了多元多项推力矢量，并在喷口内加上了一个燃颜调节器，用以降低喷口的红外特征。当然，二元矢量喷管相对多元来说，通常的说法是以牺牲机动性能来增加隐身性。这种说法倒是没错，不过这种牺牲也是相对的。对于 F-22这种二元矢量双发战斗机来说，尽管尾部只能上下翻动，但已经足以完成现代战机空战中的绝大部分机动动作。尾喷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的插动，就可以轻松实现滚转轴运动。这个动作在之前长春航展上，它在全新多元矢量发动机的歼20也为现场观众演示过了。而二元喷管同时向上或者向下就可以完成俯仰轴运动。至于横向，两侧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一边推力大一边推力小也可以轻松完成。这对早就实现飞控、火控、发动机控制一体化的 F-22来说根本不是事儿。而且衡量一款战斗机机动性能优劣的3大超高难度机动动作， F-22也都做到了，分别是眼镜蛇、赫普斯特蹬臂，也就是 J-10， 还有就是落叶飘。眼镜蛇机动是前苏联著名试飞员维克多尔·普加乔夫在1989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表演的一种类似眼镜蛇出击时的动作，惊艳全场。自此，这一动作也被称作普加乔夫眼镜蛇。歼十 B 也曾在航展时做出过，当时用的还是单发多元矢量发动机。而采用二元矢量的 F-22如视频所示，也轻松做出过这一动作。而赫普斯特蹬臂机动也曾是美军 F-22的绝技，有点类似于游泳运动员利用持臂来迅速改变游泳方向。这种动作必须依靠具备矢量推力的高推重比发动机才能做到，常规飞机仅仅依靠飞机的空气动力特性是无法达到的。最后的落叶飘，苏系战机如苏35、美国的 F-22以及中国的歼十 B 都在公开的航展上展示过，所以可见装配二元矢量喷管的 F-22即便以牺牲部分机动性能为代价，但纵观它的综合机动性能依然处于全球最优秀战机的前沿。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涡扇19黄山如果真的如这次曝光的公告所述，也采用二元矢量喷管，那将是中国发动机研发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不仅证明了中国航发具备了非发一体的隐身设计能力，而且在散热构件和航空材料学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非常值得期待。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